他就在我面前跟另外一个女生跳舞啦、接吻啊。He repaid me with an escort in bed. There's one particular instance where 出轨，我觉得是 acceptable 的。 I disagree. I disagree. I disagree. 我还没讲完。 Hello， 欢迎回到 Kaki Chats， 我是蝶慈，我是 Jaslyn， 我是 Kelly。我是Sherman。今天呢，我们的 topic 又是非常的有趣，就是出轨。哇！所以呢，我们要先来讨论一下，到底怎样才算出轨？你们觉得 emotional 跟 physical 的定义有什么差别吗？有时候 emotional 我觉得有时候是控制不了，但是 physical 你一定能控制。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严重？ To me, physical cheating is more serious。为什么？我觉得如果连 like physical contact 你都不能控制 ，right？I think it's very hard for my partner to commit or for me to even trust。我觉得 emotional cheating 比较严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emotional cheating 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的过程，让那个你另一半喜欢另外一个人这样子。Physical 有可能真的是一个mistake that you made。来一次两次这样子，也不要两次啦，一次就好了，最好是没有啦。但我觉得不管是 emotional 还是 physical 都不对，都不好，很难选啦，因为两个都会蛮伤害人的。那你们会觉得现在出轨就是越来越普遍了吗？是啊，好像大家都在出轨。我觉得 dating apps 会，it is a big cause 啦。现在你可以在家里做工的时候，你可以 text 别的女孩子，不用真的去约会。我觉得没有分别，我觉得以前也是很常见。It's just that 因为现在 social media 就很容易爆出来，就是 social media 的这个崛起，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容易。那你们都有被出轨过的经历吗？有啊。OK， 我不要讲我几任男朋友 percentage 你讲 percentage ，80% 出轨，很高的一个概率。对对对，很高，非常高。印象最深刻的是非常扯，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还没有吵架，什么都没有，就是一起去一间夜店庆祝我朋友的生日。但是在我们踏进去夜店之前，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我不是你男朋友，你不是我女朋友，我们就各玩各的。我就那好吧。那我们就我也不懂，你就同意了，因为他讲完他就走啊，我也不懂要怎么反应。然后他就在我面前跟另外一个女生跳舞啦、接吻啊之类的，对啊。然后他的朋友就会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然后一整晚都在灌我酒，然后就叫我不要看啊，把我拉到旁边去啊，对。而且过后当我们一起就是离开夜店的时候，然后他还跑来跟我讲说，快点去介绍，就是跟那个女生做自我介绍，说你是我的朋友。对，因为他说那个女生怀疑我是他的女朋友，可能有人跟他讲啦。他说你帮我去就是澄清。那你怎么讲？就说嗨，我是他朋友。What？ 你怎么为什么你这样乖的？傻吧，不懂。当时候还年轻，对啊，当时候才19吧，他还出轨很多次。然后有一次是因为他的朋友是我的好朋友嘛，男生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在看什么影片啊，什么鬼的。然后刚好他们的那个群主就可能冒出他，Hi, you see me and my new girlfriend look good together。他就马上把那个电话挪走，就说开给我看。他就开给我看，然后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可能这个女的是他的新的对象。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你才会牺牲这个东西，还是 it's just 你自己本身的 character？ 不知道以前小时候的想法就是爱应该就是不管就是你度过什么难关都要爱都要赢，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但现在就没有了哈。所以你会觉得你之前傻？很傻啊，我现在不可能做出这种东西。你一出轨。走开！那时候我19岁，我就 surprise 我的前男友去意大利 ，I paid the whole trip。我们从意大利回来7天以内，他就去了我。Then 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我要回家住 ，I want freedom, I want some space. After spending 17天，他跟我讲我要回家住 ，OK。我看得出he's drifting。那他就跟我讲OK， 这7天我很忙，我头痛，我肚子痛，我不能来 meet 你 and stuff。第7天他来找我。我就跟他讲 ，I'll be a better girlfriend。你可以不要离开我吗？他就讲 ，OK， 我要走了。我就讲 ，OK， 你要走之前，我可以删掉一些照片吗 ？Disclaimer。Actually， 我们是没有nudity or anything，but just then 我朋友就跟我讲catch him off guard，just say you need to delete some photos。我就讲 OK。那时候他已经很怕了，他已经很心虚了。就拿他电话 ，I went into gallery， 我就看到 he took a photo of the escort in bed。所以他出轨是
就是付钱的。with an escort，因为 before 那张照片，他在一个夜店是雕花厂，他就跟 that escort 拍 selfie 在那个夜店 ，and 在床上的那张照片是一样的人。给我他电话的时候 ，right，it was on airplane mode。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 ，I off the airplane mode， 我就 send 给我自己 on WhatsApp，and then I delete from his side，just in case， 就是我有证据嘛。Evidence， 好冷静哦 ，evidence first， 要存证据，relax。Mr. Screenshot， 所以他21岁的生日礼物是那个意大利trip，he repaid me with an escort and bit。实际签19岁 is quite impressive It's crazy， 但他又懂我又没有拿like allowance and stuff from parents， 又是我辛苦赚来的钱。那你要叫他 reimburse 你吗？我觉得应该。我觉 Next 得 time 应 need 该 to have a policy. The one that cheats, right, need to reimburse. 所以你是完全没有想到，完全没有觉得他会出轨的。 Yeah， 他对我很好，他就每个礼拜会 plan 一个 like date， 送我花，每天会 update 我。他喝酒去 club 这些，他都会带我。哦，我觉得这个更恐怖哎，因为全部东西都可能是演出来的。Yeah，before the trip， 我发现到他 actually 有跟多一个女孩子讲话，那个是 emotional cheating。就是那一天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那个女的就打来了，the emotional cheating 的。Oh my god！ 哇，那么巧吗？这么多。然后我就跟他讲 ，Isn't this the girl you told me not to worry about？ 因为那个女的一直 reply 她的 Instagram story。So who is this girl? So this girl， 她做工在我的 ex boyfriend 的 like level 1， 所以她就跟我讲，哦，那个女人那么丑，我不会跟她讲话的。I answered the call， 然后就讲 Hi hello， 她就讲你是谁？我是她女朋友。她就想，哦，你们不是分手了吗？我就讲没有啊，我们没有分手。Then I told her, I said, by the way， 我男朋友跟我说 that girl working at level 1很丑。I will never ever talk to her. She's like, oh my god, babe,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哦，所以后来就变成你们两个就去 expose 那个男那你没有问他为什么他会最后选择出轨？出轨？他是不爱你了吗？他只是讲 I'm lost， Lost 他没有讲个屁 I'm not, I don't love you。我已经来有多一个女朋友，还是 I'm just lost。那你就走失吧，不要再出现了吧。拜拜拜拜。那学问的话呢，你也是有遇过被出轨的情况？有，我都没有那么精彩嘞。这个女的，我喜欢她很久，总共是6年。哇！我追她3年，哇！然后我跟她在一起3年。Basically what happened was， 她去一个 school trip， 大概有 I think 3个月这样子。Then 她就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她回来的时候，她突然间跟我讲，她要跟我分手。然后我就在想，有可能 something happen in overseas。所以那时候已经感觉到你就是有怀疑了。呀，我有怀疑啦，但我没有去想那么多。然后他跟我分手了，但他又后悔。然后他回来找我，然后他讲他要跟我讲一件事。那时 on the school trip， 他有 I think 跟他接吻啦。就是他后来回来找你，然后你就觉得我可以原谅。Actually at the start 我是不要原谅的 ，but after that 我在想，哎呀，since 他自己跟我承认这样子，看得出他是爱我的啦。Like to me is like Sorry， 我们太多表情，管理一下可以吗？Because I believe that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吧。有时候 is like 新鲜感 ，right？But actually 私底下你还是喜欢你的另一半。那你觉得你们可以就是像之前一样，就是和好如初这样？我很看得开的啦，我觉得。所以你很好的接受了。OK 啦，我原谅你了，我就不要再提了。如果我一直在提的话，我一直在提的话 ，then this problem will never end。所以你们都觉得是可以原谅的吗？我觉得我不能牵他的手，不能抱抱他，我觉得很恶心啊。你对这个人就很难再接受他了。但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被原谅的。你可以有任何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去在乎你另外一半的话，伤害他们这种想法会多过于你想要去干嘛。可是你以前原谅了几次？很多次吧，可能6次吧，我不懂6次吧。因为我每一段出轨的就是那个男朋友，他们不止出轨1次，他们可能会出轨几次，所以我也是算不了了，你懂吗？这样你为什么以前觉得可以原谅呢？以前傻吧，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就是爱应该就是胜过于一切，但现在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如果连就是在一起的最基本的那个规矩都守不了的话，那你凭什么拿什么跟我在一起？
那你是到什么 moment， 你突然间醒悟，你决定不要再原谅下去？我醒悟的不是在一段恋情里面，是我分手就最后一次被出轨，然后过后那3年我去就是养伤，我就找回自我，然后更爱自己。那如果你真的是爱自己的话，你不可能会让一个男人或女人这样子对你的。Personally， 我是觉得我可以原谅的。Depending on 你的你现在还可以原谅啊？我还可以原谅1次吧。什么理由你觉得可以接受 ？In 那个 relationship right, I never give her what she want. Like what? She never get what she want. For Like example, what? physically. Of course, the best way is 她要先跟我讲 ，then 我们可以 work through it. But if let's say 我真的没有去想她 ，and 我太忙着做工啦，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 something that I never fully do for my partner, right? 就是你也有责任这样。 If let's say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付出很多了，你还出轨，then 我不会接受啦。那为什么只原谅1次？他不可能就1次有需求。他出轨，then I understand 有需求 right，then 我会原谅他1次。But after that 我就会 try and 就是 match 他的这个需求。如果你还是 match 不到呢？If let's say 他 match 不到，then 就跟他分手咯。啊呀，对哦。我觉得他这样子讲，他应该是有出轨过。所以你有，所以你是有出轨过的经历？有。OK。所以我出轨的时候是因为 in that relationship 我已经没有感受到爱，但我有一直跟他讲这个东西 ，but in the end 还是很难。有几次我一直要提分手 ，but 我的 girlfriend is not the kind that will accept。你是说情感上没有满足到你，还是 physical 上也没有？两个都。哦，你觉得当时候2个都是缺少？对，因为我觉得他最爱的人是他自己。OK， 所以我有就是一个女生来我家，说她真的来到我房间 ，then 我就要 try and do something 发生关系something like that，but then 我做不了，是站不起来吗？对，in the end actually 没有做到什么东西 ，but to me 我还是觉得我有出轨啦。你 definitely 出轨，那个人都已经到你的床上了，即使你们没有发生关系，那也是出轨。你突然意识到你不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then 你会后悔吗？当然啦 ，because 我会觉得很伤人的我觉得我也是笨的啦。I do a lot of stupid things in my life， 因为冲动咯呀，我蛮冲动的咯。So in the end， 他发现到 ，but it's like 已经过了like maybe 6个月、半年、7个月这样子，他才发现。他怎么发现到？Okay, so apparently right，TikTok 如果你 delete message 了 right， 还可以找得到的。是因为你在那个 TikTok 上那个 app， 然后去找那个女生，然后是他找我啦 ，actually。slide into your DMs。他看到那个 message 说，他就问 ，OK， so actually 他是问我 Who is this？ 等我再直接跟他讲 everything， 他原谅我。Then after that 我们他在冒汗很热，突然间很热 ，Kelly 坐在你旁边，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没有啦，那拳头要飞过去了，我感觉没有。所以我一定是觉得出轨 is a very bad thing to do to somebody that 你爱你。你只是要新鲜感，那你就得问自己，那个新鲜感真的就是值得吗？这么多年就是累积的信任啊、默契啊，什么都要把它丢掉，真的值得吗？出轨的朋友们 ，There's one particular instance where 出轨是我觉得是 acceptable 的。OK， 比如什么 ？OK，so 我要 setting 好一些。他又在流汗了。If let's say this guy 跟一个女的结婚了，他们已经结婚了，有孩子。As a guy, I believe that OK， 他们的需求比较多 ，right？So usually 是 the guy will 出轨。I feel like the best way 是你那个老公，你 just 去外面 just settle whatever you need, you come back， 你还是爱你的老婆。That's why I feel like physical cheating is okay。如果他已经跟他的 wife 讲了，他的 wife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right？ 我觉得 this thing will make the husband be very annoyed。I disagree. I disagree. 原来你要有任何的亲密接触，那是女生或者男生的一个选择，你不可以因为我的选择而去可能就是拿这个做理由去出轨。你要讲，如果男生不满意，就是可能性方面不满意的话，就可以出轨的话，那请问天下的女人几位是满意的？那我们应该拿这个去出轨吗？所以 maybe 那个女的那个老婆的逆是，她just要一个，她要有钱，她要舒服，她要comfortable。那个男的已经在满足这些 needs 了，但那个男的 just want something one simple thing from 他的 wife， but 他得不到。把你讲 just one simple thing， 就是来
sexually， 反正他怀了你们的孩子的时候，那9个月 ，it's not just one thing that 你的老婆来为 family 付出。对啊，你的老婆发现到了，她被受伤害，你的孩子也是看得出啊。为什么妈咪一直哭？为什么他们一直吵架？他们也是会 indirectly 被受伤害。So technically, like it's also hurting the family. It's not just 我自己的 needs。我觉得感情里面或者是家庭、婚姻这种，不只是只有爱而已，肯定有牺牲、有责任。只要有一方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话，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啦。你在经历了这个出轨的这个情况之后，你有被影响到吗？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他都可以 do a tattoo of my name on his wrist。After 他出轨，因为他要来追回我，但那时候我就没有跟他复合了。他就可以那么的爱我，很夸张。Yeah，and 那么短时间，少过1年，他就结婚生了孩子。他可以来跟我讲 plan the whole future， 我们以后 BTO 结婚，我们 baby 的名字叫什么 ？Love bombing， 就让我觉得my next relationship if my partner is 他对我很好，我就会很怕。我就觉得是不是他又在会有一样的情况 PTSD， 所以 ever since 那个感情，我没有一个男朋友，已经有3年了。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是你很难再相信爱情了。有几个男生其实挺好的，他们对我很好。可是他们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很怕，我就觉得 the more they treat me good, the risk of them cheating is higher。你不要自己跟自己讲这种东西。Yeah, 难道你要这个男的对你很不好吗 ？That's right。那也行不通啊。所以你不管怎么样都行不通，那你就选一个对你好的咯。你们是经历了这个出轨的事件，你们怎样走出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不会忘记那个事件，但是我会忘记那些负面的情绪。但让我学习到的就是，只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you have your boundaries， 你知道 what your standards are， 他们可能会有出轨的一些前兆的那一些人。我都会很容易的就不要。OK， 那比如出轨的前兆是哪一些呢？对，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这种人的话，就是爱出轨的人、爱玩的人，那你的可能性就是你也是这样子。其实我很同意，因为我的前男朋友他的朋友圈都是 cheaters， 对啊，物以类聚嘛。那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 cheaters？ 他的朋友就会很开放的说你懂吗？昨天我就跟这个 escort。今天我跟我的女朋友去 staycay 哇 bro， 但他们就会哇 bro， Oh my god， 就是缺他的 blue on 哦。他们这种人三观已经毁了。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要找男人或者找女人，都要找的就是三观跟你合的。因为我看你有 post 在social media 上那些 reels of 这些cheating的短剧。是真的吗？是真的 ，Everything is real for the whole 31 episodes on my Instagram reels. I think 我的 followers really helped me a lot， 因为那时候我是觉得，是不是我太胖，我太矮，我太什么的，是不是我穿着你不喜欢 ？I realize I help my followers， 我给他们我的advice。And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帮到我自己。我是觉得 this whole process 它教了我很多，我学会了很多 ，even though it's in a very hurtful way。好，那最后你们有没有什么 advice 要给？如果那些人遇到了他们的伴侣出轨，他们应该怎么做？分手、断联系、删掉、block。Block him. Okay, but also before you block him 啦 ，maybe 如果可以send 证据，记得 send 给你自己。send 证据 ，OK。只要你的伴侣出轨的话，直接删了，不要觉得说他可能会改，他好爱我的，你在浪费时间。Firstly， 赚了你自己的钱，不要乱花。你要爱你自己多过你爱your partner。Because 那时候我觉得 as cliche as it sounds， 只要他开心，我真的很开心。Know your self-worth, love yourself。我觉得你要先想清楚 ，just think about 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and 你为他付出那么多的东西 ，and just remember that 你出轨是 just one small moment of 你的 happiness that will not last，and 你会伤害到有可能是最爱你的人，想清楚吧。首先是我觉得很谢谢你们敢上来我们这个节目去分享你们的好吗？还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勇气，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找到一个对你好的人，然后珍惜你自己的价值，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值得更好的人。Yes。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I prepared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还是要结婚的，so
看一下什么？快点看一下。 Searching for stable boyfriend, No cheater. That's good, that's good. Hit me up.